放学后的教室只剩稀稀落落几个人，阳光从倾斜的窗户照进来，铺在桌面和地板上，像是不小心洒下来的温暖光线。林之远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角落，低着头，一本小说静静摊在他手上，他的神情专注，像是整个人都被书页吸进去。江博阳晃进教室时，目光落在那安静的身影上，他踢了踢空着的椅脚，在林之远旁边坐下。哎，你每天都在看那本书，到底有什么好看的啊？林之远没有抬头，像莫听见。江博阳撇撇嘴，靠过去一点，眼神里是那种这人到底在想什么的好奇。他凑近瞄了一眼书封，夜光庭园，这不是恋爱小说吗？语气带点惊讶，却没有明着笑。他歪着头看林之远，不是嘲弄的那种眼神，而是某种若有似无的兴味。林之远终于合上书本，眼神冷静，声音平淡的像一潭水。我看什么书干你屁事？他抬起眼，和江博阳四目相对。都放学了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照你平常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，不是早该去外面晃？江博阳怔了下，随即笑出声，那声笑不大，但明显是被顶了一句后的反应。哦，你讲话还挺呛的啊，我还以为你是那种连蚊子飞过去都懒得出声的闷葫芦。他撑着脸，笑得欠扁，却没带恶意。你这副样子其实还挺有趣的，比我想的可爱多了。语气轻佻，像随口一讲，又像是真的在试水温。他一手肘靠上林之远的桌面，像是打算继续赖着闲聊。你也不错了，至少比那些一天到晚吵成一团的家伙好聊，还会回嘴，挺刺激的。他顿了读，语气忽然沉了一点。我没走，是因为这边安静舒服。说这话时，他不像在打什么嘴炮，反而像是真心找个地方躲清静。他的目光落在林之远眼镜后那双清亮的眼睛上。我也想看看你眼里的世界到底长什么样。林之远没马上回应，只是望着他，像在思考。然后他语气一转，冷冷地说：我一点也不想让你知道我的世界。声音淡，像是敷衍。但接着他嘴角缓缓上扬，笑意暧昧，身体微微前倾。你想知道我为什么看这种恋爱小说？他的声音压低了些，凑近耳语似的说：因为我喜欢男生。江博阳像是被这句话当头一棒，神情短暂的僵住。他原本靠着手肘懒洋洋的样子顿了一下，瞳孔也微微震了。下一秒他轻轻啧了一声，然后反倒笑了起来。哈，原来是这样啊。他凑得更近，语气吊儿郎当。难怪你看书那么专心，是不是边看边幻想被男主压在墙上？眼神里藏着挑衅，又像是在试探对方会不会退缩。他低声问：你说这种话是在试探我，还是真的对我有意思？距离太近，林之远甚至能感觉到他的呼吸。这不像开玩笑，虽然语气玩世不恭，但眼里多了一层奇怪的专注。林之远却只是微笑，语气一样模糊。说不定不是我对你有意思，而是你对我有意思。他故意拉开距离，靠回椅背，语气挑衅而愉悦。我说对了吗，江博阳？江博阳看着他，眼神一瞬变得锐利，像是某种情绪被牵动，但那情绪马上被他压下。他轻嗤了一声：你还挺坏的嘛。他靠回椅背，双手抱胸，笑得若有深意。不过要这样玩也可以，你敢撩我就别后悔。他伸出手，食指在林之远的桌面敲了2下，像下一场游戏的预告。从今天开始我会注意你了，戴眼镜的色鬼宅。江博阳站起身，背着光朝他瞥了一眼。再见了，小书呆子，我很期待你会怎么对我感兴趣。他说完就转身离开，脚步洒脱，却像是真的被撩到了，又故作镇定的先逃。林之远看着他离开，眼神无波无澜。这人真好笑，到底是谁对谁有兴趣啊？他重新翻开小说，却怎么也看不进去。原本安静的节奏被打乱，他皱了皱眉，视线转向窗外，阳光还在洒进来，但心里莫名升起一股焦躁。